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Town Talk。11月17日，蛋壳公寓收盘大涨 75%， 11月18日，蛋壳公寓收盘大涨 90%。刚收到这个推送，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家伙是被谁收购了吗？这么疯狂呢？上网查了一下，据说是我爱我家要收购蛋壳公寓，但是我爱我家方面的回应是，目前没有接到相关通知，这就很有意思了。蛋壳公寓这几个月一直都没有什么好消息，拖欠租金引发各地业主维权，租客被要求搬迁，租金甚至租金贷却已经付了，破产跑路传闻等等一系列负面新闻。总的来讲就是蛋壳遭遇了资金困难，房东也拿不到租金，于是就开始断水断电换门锁，逼着租客搬出去。而对于租客来说呢，房租是按年付的，早就交过了，有的年轻人手头钱紧，甚至背上了房租贷，但是现在租金要不回来了，房东也不让继续住，贷款却还得还。北京、深圳和杭州等地的房东租客自发组织了群体维权。18号与蛋壳公寓合作开展租金贷的腾讯旗下微众银行发布了公告，说在明年3月底之前，部分租客还不上钱也不会影响征信。这也从侧面上反映了蛋壳此次危机的严重程度。尽管蛋壳公寓回应说不会跑路，正在努力解决资金问题，但是长租公寓这个市场从去年开始就风波不断，这是否说明了长租公寓这个商业模式是否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庞氏骗局？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展开聊一聊，蛋壳公寓的危机开始于哪里？长租公寓市场为何频频爆雷？这是否也意味着长租公寓市场就是庞氏骗局？我的频道主要是讲和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金融知识，帮你比别人更懂一点。喜欢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那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视频吧。从去年年底一直延续至今的长租公寓跑路潮，让每一个在城市里打拼的人都更加感受到生活的不易。长租公寓长收短租、高收低租的模式也越来越像庞氏骗局。首先我们从头来了解一下蛋壳公寓的业务模式。在长租公寓的商业模式里，蛋壳公寓扮演的角色其实就是二房东，他把业主托管的房子简单的装修，然后再租出去。本来二房东是个苦差事，资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回报率平均也只有 5% 左右。随着大批90后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开始租房子住，这群人本来的成长环境和生活条件就比80后一代要优越，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比较高。就像网络流传的那句话一样，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老旧的出租房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长租公寓就是看准了这一趋势，除了给年轻人提供精装修、高档家具的房子外，还提供免费网络、免费房屋养护维修等服务，精准拿捏到了年轻人的需求。去年年底，蛋壳公寓在美国上市，发了招股书，很多内部的数据公之于众。在2019年前9个月里，租客直接缴纳的租金预付款将近8个亿，而在租金贷模式下，蛋壳公寓从银行拿到的租金就高达31个亿。从2017年到2019年，使用租金贷交租的人比直接付款的人要多得多，占了总人数的6到9成。高风险的租金贷却是部分长租公寓赖以生存的法宝。长租公寓刚开始运营的时候，资金成本都很高，装修要花一笔钱，给房东支付定金也需要钱。对长租公寓供应商来说，尽快的拿到一大笔钱，肯定比慢慢的按月收租要好。然而并不是每个租房的人都能爽快的掏出一整年的房租，这个时候租金贷就应运而生了。它相当于以个人的身份向银行申请一笔住房消费贷款，这笔贷款的金额往往是租客1年的房租。贷款通过后，银行会把贷款一次性给长租公寓，然后租客每个月连本带利还给银行。从本质上来说，租金贷就是利用租金的信用贷款搭建了一个资金池，其中隐藏着巨大的风险。蛋壳公寓用租金贷这笔钱给资金链充血，快速扩张规模，在行业发展前期抢占市场份额。现在租金贷的风险已经显现出来。8号，腾讯旗下微众银行做出表态，要是租客已经被迫搬离原来的住处，只要在微信公众账号上面登记一下，至少在几个月内征信不会受到影响。而且微众银行还说，租客签过了租赁合同就有合法的居住权，
要是遇到了房东强制清退，建议走法律程序。然而有律师却不这么认为，他表示长租公寓企业资金链断裂，没有办法按时支付租金，房东有权解除合同，把房子收回来。蛋壳公寓拿不出钱，租客和房东都是受害者。矛盾在他们之间不断的激化，从上周开始，驱赶租客的事情已经是时有发生，而遗留的租金贷问题更是频频引发租客维权。实际上，早在去年年底，住建部等6个部门就联手整治过租金贷。文件明确规定，租金贷总收入不能超过 30%， 不符合要求的必须在2022年底之前调整到位。而蛋壳公寓从一开始租金贷的使用人数就一直在60%以上。今年9月的住建部进一步规定，企业不能在租房合同里诱导承租人使用租金贷，也不能体现相关的内容。在60多条监管措施里面，很多长租公寓的具体做法都被点名纳入了监管。除了租金贷以外，一般最终跑路的那些长租公寓基本都有以下这2个共同特点。第一个是长收短租。所谓长收短租，就是收取租客是按年付的租金，再按月给房东，这样打了一个时间差，企业就可以拿这笔钱来干别的，比如说把钱投到新的公寓里，扩大自身规模。第二个特点是高收低租，高价收房，低价出租。比如广州城给房东开出过6800块一个月的高价，但在实际转租的时候，标价只有3400元，这个价格是不是很奇怪？高买低卖怎么挣钱呢？然而就是这样不合理的价格，对房东和租客都很有吸引力。至于这个商业模式能不能成立，就看企业能不能继续周转资金。这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庞氏骗局。长租公寓行业的现金流主要来源于新签租房量。以成都为例，新签的一个客户，假设每间每月的均价是1000元，按照押1付3或者押2付3的付款方式，正常来说签约后可以拿回来4-5千块。但是依赖大比例长周期预收的企业会要求按年甚至按2年来收取租金，租户现金不足，可以选择以租金贷的方式来支付租金，这样每发生一个新签，公寓就能拿回来1万多甚至2万多的资金。如果一个月能签1万间房，带来的现金流就是1个多亿甚至2个多亿。这次疫情造成的影响对公寓企业影响非常大，防疫管控措施限制了城市间的人员流动，延缓了复工时间，导致公寓现金流收入锐减。个别依赖大比例长周期预售的企业更是受到致命冲击。对于在租房源，企业已经把未来12个月甚至24个月的租金收回消耗了，短期内无法再产生现金流入贡献，所以受疫情影响，新签房租量骤减时，依赖大比例长周期预售的公寓企业受到的资金影响就非常大，资金周转不过来，就无法再付给房东房租，庞氏骗局就玩不下去了。另外，长租公寓行业资金密集，但利润十分微薄，盈利一直都很困难，要维持企业的存续，就必须有资本源源不断的注入进来。近年来，长租公寓疯狂生长，同时也频频爆雷，这个被寄予了厚望的行业，到今天仍然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目前来看，长租公寓的运营模式主要有轻资产或重资产模式。根据一份长租公寓市场发展报告，轻资产模式的平均回报率很少高于 2%， 而支出方面，成本装修和运维就占了总成本的 80%。 这么一来，光靠租金差来盈利并不可行。比如说前期想要扩大规模，企业就根本拿不出钱。而在重资产模式下，长租公寓的建设从拿地开始，然而目前政府推地的频率并不高，企业很难实现多点布局，而且从拿地盖楼到开始搭建长租公寓，这个回报周期太长了。贝壳研究院统计过媒体的公开报告，截止今年上半年就有84家长租公寓陷入了经营困境，光是去年1年就有52家面临资金链断裂，不是倒闭就是跑路。我自己是在2017年开始租住优客一家杭州的长租公寓，2019年8月合同到期了，当时优客一家的客服说如果续签按年付费就可以打8折，于是就付了1年房租。2个月后，优客一家通知我要搬出去，因为他们要退出杭州市场。随后我签了一份自愿退租协议，协议上说
签字半个月后房租就会退给我。当时签字为了防止被坑还录了音，能不能退租，说实在话我心里也没底。当时刚好是裸辞了，也没有收入，那段时间相当煎熬。好在后来顺利的收到了退回的房租，我暗暗庆幸自己运气挺好的。身边有同事租住其他品牌的公寓，说好退的租金却迟迟没有到账。最后希望每一个在城市里辛苦打拼的人，辛苦一天下班后都能回到一个温暖的小窝。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喜欢的话欢迎点赞，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能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